各位朋友，本台呢有一句名言，可以说是颠扑不破。我这若干年来一直向我的这些粉丝们征集啊，我说你给我找一个能够是这个例外的啊，我十分感谢你。可是呢，没有一个。我的名言当初我说的是反共必脑残，到现在没有一个给我能够找出来一个他不脑残的例子来，是吧？然后呢，这个我说呢，这些人呢，反共脑残的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脑子有点毛病，要不然呢就是精神上有点毛病，大部分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不是又有我的粉丝给我爆料了，说浩哥这个事儿你给我们说说吧，乐死呀。说这个现在推特上这些反贼轮子们都吵疯了啊，就跟蛤蟆吵坑一样，他们都疯了。说这个中国大陆啊，最年轻的反贼这个出现了，多大呢？15岁。15岁的中国大陆的反贼，说叫张其元，10名公开反共的未成年人。中国最年轻的政治犯现在15岁啊，生于2010年。2025年7月10号，因在 B 站直播间公开质疑习近平是否为独裁者，被派出所传唤，随后被中共先后关进了保定第6人民医院，是精神病医院，和春城学校进行所谓的治疗。期间有警察曾用带刺儿的木棍威胁他。哎，不是，连打都没打吗？我党现在这个监狱里边已经这么仁慈了吗？仅仅是拿个木棍威胁他，连打都没打吗？说他呀发布了这个声明啊，表示自己呢没有任何疾病啊。突然联系海外的轮子建立界啊，他那什么意思呀？我估计这个小精神病他是以为联系海外的轮子就能把他给救出来，然后呢15岁就能够走线了。我们先看看啊，各位，我们先看看啊。补充就是那次布雷斯声明之后呢，我先后在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被关了几个月，然后呢又到这个保定市春学校又被关了6个月。在保定市春学校这6个月期间呢，有警察拿那个带刺的木棍然后威胁我，他的警号是 FJ0141，请接力键公布此视频。打倒习近平，接力键，你如果看见了我的给你发的那2个视频，并且你下载保存了，因为那2个视频已经导致我被关着了，然后他们给删除了，所以呢你要就是24小时之后，我如果不回复你任何消息，你就公布那2个视频，你如果下载了那2个视频的话，然后以及现在这个视频我还是那句话，到习近平如果24小时不回复，说明我被消失了你得尊重我的意愿现在是完全清醒跟你说话。这咱们的确是病的不轻啊，对吧？那位说这个孩子是受了什么刺激了？这孩子恐怕是受了护尘风的刺激了。声明：本人张其元，2010年11月4号出生没有任何疾病，10名支持护尘风打倒习近平。护尘风说：“我感谢你8辈铁祖宗，我日死你个疯孩子呀！你别害我行吗？你说这不是精神病，这是什么呀？朋友们，你看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护尘风的那些粉丝全都是反贼，
你看看今天啊，我说过的话全都实现了。当然，护尘风的粉丝里边他是最疯的啊！护尘风是感谢他8辈祖宗吧？啊，这纯属是精神上有毛病和智力上有毛病，整个的脸型长得就像个唐氏婴儿，那就不像个正常人，知道吧？好，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粉丝说，现在轮子们说这个中国出境新规的这个事儿，说这个海外华人只要是回国，就给你弄到小黑屋里边去啊，然后呢，把你的国籍给你恢复成中国，然后把你那个所有的账户啊都充了共产了。说这是谁说的呀？说那个谁，那个美国有一个叫常识学者的，叫方伟。我说这个美国最没有常识的那个精神病法轮功的那个方伟吧？他说对，就是他啊。我们看看这个方伟说啥了？说中共边境管控真的是弄到图穷匕见了。9月15号开始，中共的边控新规定啊，认为你不应该出国的，可以劝阻你出国劝阻的意思，用这个等到现在吗？就说你出国的理由你不充分的，你比如说我要去柬埔寨的那个诈骗园区，能让你去吗？那么以前就问吗？对吧？说出国理由不恰当，也可以不允许你出国，那不废话吗？你出去以后想那个做奸诈，能让你出去吗？说如果国内被处罚过的，随时可以禁止出国啊，那不废话吗？你在国内啊，你属于上了黑名单的，你属于刑满释放分子，你可疑，那当然不让你出去了，对吧？如果在国外威胁过国家安全回来了，就不可以再出国啊。那你在国外你胡说八道，你参加了这个反共组织，那还不回来不弄你啊，对吧？这不很正常吗？掌握关键科技的可以不让你出国，这还用说吗？中国的专家学者不都有那个出国的安全条例吗？啊，这也不是现在的呀。说如果不让你出国，会通知你原因，除非涉及到国家安全。给你办出国服务的要向党汇报你的背景和可疑之处，这不废话吗？能够让你不出国的单位多了啊！现在呢，说国内各级政府啊都可以看着你。然后他又说，有人已经被剥夺了外国国籍了，你自己看可不可怕啊？就这个美国的最没有常识的这个轮子方伟啊，他说的个什么事儿呢？这有人啊，有人贴出来了，说我是日本籍的啊，说7月2号携全家回国探亲，7月下旬回国，在登机前5分钟被限制登机，在31号收到恢复中国国籍书啊，在小黑屋关7天，不眠不休，家人分别审讯，告知如果不配合，3个小孩可能成为孤儿，送往边远地区的福利院。考虑到小孩，我在摄影机面前亲口口述，本人自愿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切断外国领事保护，我的所有的银行账号这个都被控制了，对吧？是2036年以前禁止出境，一家5口人已经移民日本13年了，在日本经营企业20多年。不，你等会儿啊，啥意思啊？移民日本13年了，在日本经营了企业20多年，这个家伙是不识数吗？说在日本的资产近8000万人民币啊，说欲哭无泪。各位，那这个事儿，中国是有一个出国新规啊，只不过把以前的一些东西又重申了一遍啊。现在呢，可能对于这个出国呢，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审查了，因为怕那个
出去违法犯罪的太多，去他娘的电诈园区里从事诈骗的啊，进行一些实质性的问询和审查了，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轮子们就造谣说外籍华人回到中国就给你共产共妻给你恢复中国国籍，哪儿他娘那么容易啊？你想恢复中国国籍哪儿那么容易啊？中国国籍是最难取得的啊！如果你想恢复中国国籍的话，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审查的过程，在机场就给你关到小黑屋里恢复了。这纯属是他娘的精神病，在海外瞎编造谣转轮子啊，对吧？那有一种情况的确是恢复中国国籍的，是你以欺骗的方法取得了外国国籍，然后呢从事了违法犯罪，然后回到中国被抓住了。这确实，因为你这个外国国籍你就是采用欺骗的方法取得的，所以中国政府不承认你的外国国籍。只有这一种情况啊，各位，这就是这两件事儿啊，这个比较乐子的两件事儿，各位啊，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